为什么？听到邓恩的话语，克莱恩心头顿时掀起了惊涛骇浪，本能的就脱口而出：非凡者有严重的隐患，以至于教会内部的审判机关处理协议事件的非凡者也容易出问题。邓恩·史密斯步入车厢，坐到之前的位置，表情和语气都保持着平常。这不是你需要了解的事情，也不是你能够了解的事情，除非你成为我们的一员。克莱恩一阵哑然，跟随坐下，半是好笑，半是不解地问道：不弄清楚这个，怎么可能做出加入的决定？而不加入又无法了解，这就成了死循环了。邓恩·史密斯再次拿出烟斗，就这样放在鼻端吸了一口。你大概误会了，我们的一员包括文职者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成为你们的文职人员，就可以了解相关的秘密，弄清楚非凡者的隐患和可能遭遇的危险，之后再考虑是否成为非凡者的问题。克莱恩边整理思路，边用自己的话语重新描述了一遍对方的意思。邓恩笑了笑道：是这样，除了一点，那就是并非你考虑成为非凡者，就一定能成为。在这方面，各大教会都同样的严格。不严格才奇怪。克莱恩腹诽了一句，用加强语气的手势道：那文职人员呢？这应该也很严格吧？如果是你，那应该没什么问题。邓恩眼睛半闭，神情略微舒展地嗅着烟斗，但并未点燃烟丝。为什么？克莱恩又一次陷入疑惑。与此同时，他在心里自我调侃了起来：难道我的特殊，我的穿越者光环，就像黑夜里的萤火虫，那样的鲜明，那样的出众？邓恩睁开半闭的眼睛，灰眸如同之前一样的幽邃。第一，能在这种事件里不靠我们的帮助活下来，这就说明你有着不同于其他人的优点，比如幸运。而幸运的人总是很受欢迎。看见克莱恩变得有些呆滞的表情，他微微笑道：好吧，你就当是一种幽默的说法。第二，你是霍伊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，这是我们非常需要的。虽然罗尔迷这个风暴之主的信徒对女性的态度让人厌恶，但他在社会、人文、经济和政治上的观点依然犀利。他说过，人才是保持竞争优势和良好发展的关键因素。这一点，我很认同。发现克莱恩微微皱眉，他随口解释道：你应该能够想象得出，我们会经常接触第4纪乃至更早的文献和物品。不少邪教和诸多异端都试图从这些东西里获得力量，有时候他们的本身也会导致更诡异可怕的事情。所以除了特殊领域的非凡者，我们大多并不擅长学习，或者说已经过了那个年纪。讲到这里，邓恩·史密斯指了指自己的脑袋，嘴角微勾，如在自嘲般道：那些枯燥的乏味的知识总是让人想要睡觉，哪怕不眠者也无法抗拒。在以往，我们会找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合作，但这会有隐秘外泄的风险，也可能给教授、副教授先生们带去不好的遭遇。所以，有位专业人士的加入，成为我们的一员，是件难以拒绝的好事。克莱恩轻轻点头，接受了邓恩的说法，并思维发散地问道：那你们之前怎么不直接，发展一位？邓恩自顾自地继续说道：这就是第3，也是最后最重要的一点。你已经接触到类似的事件，邀请你不存在违反保密条款的问题。
而另外发展别任，如果失败，我会承担隐秘泄露的责任。我们的队员，我们的文职者，绝大部分都来自于教会内部。安静听完，克莱恩好奇道：“你们为什么要这么严格保密？很多事情公布出去、流传出去，让更多的人知道，不是可以避免相同的错误再次发生吗？最大的恐惧来自未知，我们可以让未知变成已知。”不，人类的愚蠢超乎你的想象，这反而会导致更多的模仿、更大的混乱和更严重的事件。邓恩·史密斯摇头回答。克莱恩嗯了一声，有所了然道：“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，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，总是重复同样的悲剧。”罗塞尔皇帝的这句名言确实充满哲理。邓恩表示赞同。罗塞尔大帝说的，穿越者前辈真是360度无死角的不给后来者留装逼的机会啊。克莱恩一时间竟不知该怎么接话。邓恩转头望了眼马车外面，路灯的昏黄交织成了文明的光辉。在各大教会的审判机关内部，都有一句类似的话语。这或许才是严格保密、禁止普通人知道的主要原因。是什么？克莱恩精神一振，有种窥探隐秘的快感。邓恩回过脑袋，脸部肌肉微不可见地拉扯了一下。相信和恐惧带来麻烦，更多的相信和恐惧带来更大的麻烦，直到一切毁灭。说完这句话，他叹了口气道：“而除了祈求神灵的庇佑和帮助，人类无法解决真正的大麻烦。相信和恐惧带来麻烦，更多的相信和恐惧带来更大的麻烦。”克莱恩默念着这句话，不是太能够理解，然后因不是太理解的未知感觉恐惧，仿佛外面路灯的阴影里，没有光照的黑暗中，藏着一双双充满恶意的眼睛和一张张打开的嘴巴。马蹄皎洁，车轮滚动，铁十字街遥遥在望。邓恩打破了突如其来的沉默，正式邀请道：“你要加入我们，成为文职人员吗？”克莱恩念头涌现，短暂无法决断，想了想道：“我可以考虑一下吗？”事关重大，不能仓促鲁莽地进行选择。没问题，周日之前给我答复就行了。邓恩点了下头。当然，记住保密，不能将韦尔奇相关的事件告诉别人，包括你的哥哥和妹妹。一旦违反，不仅会给他们带来麻烦，还可能会导致你上特殊法庭。好，克莱恩郑重回答。车厢内又归于无言。眼见铁十字街将近，快要到家，克莱恩忽然想到一个问题，犹豫了几秒，还是开口问道：“史密斯先生，你们的文职人员薪水和待遇怎么样？”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。邓恩愣了一下，旋即微笑道：“不用担心这个问题，我们的经费由教会和警察部门共同保证。刚进入的文职人员周薪是2磅10苏勒，另外还有10苏勒的保密和风险补贴，总的也就是3磅，不比正式的大学讲师差多少。之后随着你的资历提升和相应的功劳获得，薪水会逐步增长。而且对于文职人员，我们一般是5年契约，5年以后如果你不愿意做了，可以正常离职，只是必须再补签一份终生保密条款，不得到我们的批准，不能离开田根。搬迁去别的城市，也需要第一时间找当地的职业者登记。哦，对了，没有周日，只能轮休，必须保持随时有3位文职人员在工作。如果你想去南部，去迪西海湾做一个度假，那就需要和同事协调好。邓恩刚说完，
马车停了下来。克莱恩一家居住的公寓出现在侧方。我明白了。克莱恩转身走下马车，停在了旁边。对了，史密斯先生，如果我考虑好了，该去哪里找您？邓恩低沉一笑道：“去西克街的猎犬酒馆，找他们的老板莱特，告诉他你要请佣兵小队做任务。”啊？克莱恩听得一头雾水。我们的地址也是保密的，在你答应之前，不可能直接告诉你。好了，克莱恩·莫雷蒂先生，祝你今晚依旧有个好梦。邓恩含笑致意。克莱恩脱帽行礼，目送马车从慢到快地离去。他拿出怀表，啪嗒按开，看到才凌晨4点出头，街上凉风送爽，四下路灯昏黄。克莱恩深深吸了口气，感受着周围的夜深人静。白天最喧闹、最吵杂的街区，半夜竟也是如此冷清，如此安静。这与维尔奇住所内无言的注视和通灵的迷幻截然不同。直到这个时候，他才发现自己亚麻衬衣的背部不知什么时候全是汗水，冰凉湿腻。